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莫言。那么，作为一个俗世的人，听到这个大师圆寂，心里感觉到很悲凉。但是如果站在佛教的角度上，那么大师圆寂，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他这个辛辛苦苦的在人间为我们服务，已经几十年了，是吧？现在让他休息了我想这也是一件信徒们的幸事。我跟这个星云大师的结缘，实际上是很早的。199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去听过他的一次演讲。当时大师也是正当盛年，气度轩昂，声若洪钟，是吧？然后谈笑风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也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和尚，是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用通俗易懂的话来启迪我们的和尚。所以我觉得他，如其说他是一个大和尚，不如说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学者。是一个懂政治的一个大学者。那么2012年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星云大师就一直托人跟我联系，希望我能到台湾去，到佛光山去，看一看，聊一聊。后来我们在北京见面，就谈妥了去台湾佛光山，参拜的事情。2014年。我就去了。那么早就听说过佛光山但是第一次踏上佛光山这样的这种圣地，心里还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这个佛光山如此的这个有气派，没想到佛光山有如此浓厚的宗教的文化的艺术的氛围。我这个下榻在这个紫竹饭店，紫竹村吧，也是佛光山招待来往宾客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跟紫竹村的这些比丘尼们，是吧？大法师们也有一些接触谈话，是吧？那么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我在这个大礼堂跟这个星云大师的一个对谈我们对谈了这个文学、艺术、宗教，他们之间的互相的关系。我在这个演讲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头天晚上在这个紫竹村那个凉亭里边看到的，一场富有启迪的一场这个生物之间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亭子的上边，一只小虫绿色的小虫。正在休息，然后有两只壁虎慢慢的向他逼近。那么一场不大不小的杀戮，是吧？马上就要发生。那么这时候这些法师们一起都诵念佛号，是吧？并希望这个壁虎停止他们对这个小虫发起的攻击。后来奇迹确实发生了，这两只壁虎好像停止了这个往前的慢慢的爬行，好像沉思了一下，然后掉头就各自爬走了。大家就一起鼓掌一起说善哉善哉。第二天在演讲当中，我当场就问这个星云大师，我说昨天晚上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同时也让我产生一些想法我说壁虎毕竟是要吃东西的，是吧？它既然能够，当然它在我们的这种善念之下，好像受了感染，它暂时放弃了这一场杀戮。但是如果它接下来要生存的话，那么它必然还是要吃别的东西那么这不就产生一个矛盾嘛，是吧？小虫的生命是生命，壁虎的生命也是生命那壁虎只有吃别的生命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是吧？壁虎吃了别的生命是不符合佛教的原则的，但是把壁虎饿死也不符合佛教的原则呀。那么这样一种矛盾，这样一种悖论如何解决？星云大师脱口而说：“万物皆有佛性，壁虎也可吃素。”那当然，下面是掌声雷动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也可以看出星云大师的智慧、敏锐，是吧？以及他这种博大的、透彻的对佛教的理解，以及用佛教来解释我们世界上的现象的这样一种顶级的智慧。我想佛教进入中国也数千年了，是吧？每一个老百姓实际上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我们很多挂在嘴边呢的俗语、口头禅，实际上都是从佛教那边转过来的，是吧？但是真正的能够透彻的理解佛教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的，是吧？佛本身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真正的觉悟者并没有多少人，大部分跟我一样，是吧？都是对佛教、对宗教充满了敬仰，但是始终就在宗教的、佛教的这种大门外边徘徊。我们见了庙就磕头，见了佛就烧香，但是我们对神灵、对佛教到底有多少理解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深奥的宗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联系呢？我想这是可能千千万万的这种老百姓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星云大师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把佛教变成了人间的佛教，他让佛教变得通俗易懂，他降低了这种佛教的门槛，是吧？他让很多人都感觉到，我修佛学佛并不一定非要去读深奥的经典，那么就是说我存好心，做好事，是吧？说好话，那我就自然的就进入了佛教的大门，是吧？我的所有的行为自然的就会符合了宗教的教义。所以这个星云大师用通俗易懂的这样的方式让佛教变成了人间佛教那么不仅仅在台湾，也在大陆，也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让佛教真正的深入了这个大家的心灵，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给世界的和平带来了福音，给人间的苦难带来了救助，给每个人的心里面注入了清泉，激活了大家的善意，激活了大家以善待人的这样一种本性我想他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那么星云大师，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他在文学艺术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乐善好施就不要说了，是吧？而且他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在某些历史关头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我想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宗教家的这种伟大的情怀和这种高尚的情操。后来我在北京又见过这个2次星云法师，但是因为时间所限也没有太多的交谈，但是我感觉到我的心跟大师的心是相通的，是吧？我对大师的很多的言论和行为是深深的理解的，并愿意仿效的，是吧？那么现在我们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去世了，是吧？这是用这个苏轼的观点，是吧？那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长者，失去了一个老师，也失去了一个亲爱的一个朋友。当然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讲，大师已经部分的完成了他的在俗世间的人世间的这种使命，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大师的英魂大师的精神大师的英魂，是吧？在他去了的地方继续的以别的方式来关照我们这个人间社会。我们也希望他的精神他的书籍，他的言论，他的书法能够持续的发挥着作用，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安宁，为人民的幸福，为全人类的福祉发挥作用。所以我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谈话来表示我对星云大师的敬意，
和对这个佛光山的众位法师们的思念祝大家能够在星云大师的这个祥光和智慧的照耀之下，继续的发扬光大大师的精神，继续的发扬佛教的精神，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希望，带来和平。谢谢。